大家好，我叫央金拉姆，欢迎到月季幸福9间房，在修炼房，我与姐妹们分享心灵成长的经验。全球公益家族会是洛克菲勒的女儿佩吉·洛克菲勒发起的，他们整合了这个全世界22个国家76个家族，我们算是亚洲第一家。我们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训练女性的项目，叫女性为了人类 Women for Humanity。巴菲特、杰尼弗一起，还有一个Zainab， 我们4个人一起发起的一个 group 吧，等于，因为这些都是大家都是女性，我们感觉到女性如果自己不提升自己的话，我们这理念就是女性通过提升自己，开始协助和帮助周围的男性，来共同来帮助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理想吧。那具体做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让女性第一个，女性怎么能够通过提升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、健康，甚至平衡各个方面。这样之后，一个女性平衡了、快乐了，她周围的男性也会，家庭会自然就快乐。我比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家里一个太太，一个母亲非常的不快乐，如果我们就比如说发脾气的时候，那整个家里就失去了平衡。我们感觉到这种就是小到家庭，大到企业，甚至一个国家，它是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女性和男性大概从生理结构上不一样的，就是女性是天生是安静的、给予的能量，就像大地一样，所以女性天生就会生小孩。那男人不一样，男孩子你天生下来他就喜欢动，喜欢玩刀玩枪，好像是本性中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从能量来说他是比较好动的。所以这样的时候，但是很多女性慢慢在社会上打拼，慢慢她的那个男性的那种能量或者在个性上就越来越 strong， 非常强。这样实际上慢慢非常多的现代的女性，她为了成功吧，也是为了生活的压力等等，跟男人一起去打拼，时间久了她不快乐了。大量的现在的现代女性都不快乐，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还说不清楚。所以慢慢的让女性，虽然你也当然女性一定要独立，也有事业等等，还要照顾家庭、孩子的教育等等。透过这些项目，你也可以找回自己的原本。你看从小很多女性天生就是小女孩的时候很漂亮、很可爱，慢慢社会压力大了，失去平衡了，所以很多女性的中年妇女就病了多了什么的。所以慢慢的，首先女性要把这些找回来，自己的快乐找回来，这是一个我们感觉的蛮重要的事情。对我的成长来说非常有关联。我当然心境不一样。我那时候做企业的时候就很拼命，很年轻嘛，20几岁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目标。虽然我的目标是我的本性，我就去那时候创造企业，就是想透过我的理想，那时候透过企业赚到钱以后，帮助我的民族。那时候教育啊，什么贫穷啊，各的这些理想很多。但是当你在一个企业的做一个负责人的时候，你还是首先得照顾企业的发展，因为这个企业它必然放在一个竞争的舞台上。但是后来我就开始学习做慈善公益的时候，就开始付出和给予了，也花了蛮多时间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。当我第一次去那个工厂的时候，把我的心态怎么调整，我跟那些工人们在一起生活，家人一样的，我发现我的身上的很多毛病，我就开始改变，慢慢自己的高低上下慢慢拿掉。以后我现在得到的快乐就是说，我给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在给，是给和得是同样的。
其实我发现很多有钱人，他越有钱越还小气，越贫穷，舍不得嘛。但是你别看那些贫穷的人啊，你看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富有，所以给和得的感觉中，给和得它是一个很深的，同样的一个同一件事情。所以现在我学习做慈善公益，也是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成长的经验。我不觉得我多么伟大，我在施舍，其实在我一个学习开发自己的慈悲心。其实慈善公益这个 philanthropy 在希腊的名词里解释就是爱人类，所以其实在我们也很符合这个我们在西藏的文化里，你看很多喇嘛照顾孤儿办学校，都是开发自己的慈悲心。所以慈善公益高的来说，最主要的是你在一个爱心上有悲心上才做才行，不是说你给予在一个自大自我上做的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把西方人带的慈善公益家带到东方来交流，所以最主要是一个互相学习和这种教育是更重要的。